Hello，大家好。你敢信吗？天天吵着要带人类移民火星的马斯克，背地里居然是个超级的囤币党。2026年的6月曝光的 SpaceX 招股书里显示，他账上居然躺着18712枚的比特币，平均成本才3.5万一枚，而且一枚都没卖过。这个巨鲸瞬间浮出水面啊！更上头的是，2025年11月底，马斯克在一档播客里公开表示，能量才是真正的货币。他说，比特币是一种基于物理学的货币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身体很诚实的，一直默默地囤着比特币。物质、金钱、宇宙，凭什么都能被归结成能量2个字呢？尼古拉·特斯拉的能量、频率、振动到底对不对？比特币真的是物理学和金融世界生出来的混血吗？今天我们就用第一性原理把物理和金融揉在一起，看看能量是什么，货币的本质是什么，比特币又是什么。这期内容很硬核，一定跟好了，才能理解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和因果链。这个频道呢，是我分享投资研究和心得的地方。打开小铃铛并选择全部，就能及时看到我每周更新的硬核分析了。咱们先把结论摆这儿，万物皆能量这句话在物理学最深的地方完全成立。1905年，爱因斯坦写下了人类最有名的方程 E 等于 mc 平方。他说的是其实不复杂，质量和能量是同一个东西的2副面孔，能互相转化。c 是光速，每秒约30万公里，1平方就是个天文数字。这意味着一丁点质量里锁着惊人的能量，夸张到什么程度呢？仅仅1克物质要是完全转化成能量，大约相当于2万吨 TNT 的炸药，差不多1颗原子弹的当量。核电站、核武器靠的就是这条原理。所以在物理学家眼里，物质本质上就是被锁住的凝固的能量。如果说相对论让物质等于能量，那量子场论走得更远。他认为宇宙的底层是一张张铺满整个空间看不见的能量场，而我们说的电子、光子、夸克这些粒子，本质上只是这些场被激发后的一阵抖动，一圈涟漪。换句话说，万物真的可以被描述成能量，在不同的场里用不同的方式振动。但是大家清醒一点啊，万物皆能量用来描述物理构成没问题，可它经常被一些大师偷换概念，拿去论证什么后的显化、意识改变物质，这些就越过了科学的边界了，属于玄学。我们今天不涉及啊。物理学里的能量是有严格定义的，能测量且守恒的物理量，它不是情绪。聊到能量，绕不开尼古拉·特斯拉的一句名言：如果你想发现宇宙的秘密，就从能量、频率和振动的角度去思考。这句话确实精准地戳中了物理学的要害。尼古拉·特斯拉是谁？他是19世纪后期一个天才的发明家，交流电、感应电机与无线通信的发明者。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的核心技术正是基于这些电力原理。为了致敬他，公司取名特斯拉。现代物理其实大量用这3个词来描述自然。能量是物理学的通用货币，几乎所有物理过程都能用能量的转移和转化来描述。频率直接和能量挂钩，普朗克关系 E 等于 hf 告诉我们，一束光的能量正比于它的频率。这就是为什么紫外线能晒伤你，无线电波就不能。振动更是无处不在。微波炉为什么能加热？它发出约 2.45G 赫兹的微波，让食物里的水分子疯狂的共振，震着震着就热了。医院里的核磁共振，甚至1940年
那座像面条一样被风扭垮的塔科马大桥，本质上全都是共振和频率的威力。把能量推到极致的是一把叫卡尔达肖夫等级的尺子。1964年，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肖夫提出，衡量一个文明有多牛，就看它能调度多少的能量。1型的文明呢，掌握整颗行星的能量；2型文明控制一整颗恒星的能量；3型文明掌握整个星系的能量。那人类现在几级？答案有点扎心，大约0.73型。连地球上能拿到的能量，我们也才用了1%-2%。马斯克为此放话，人类该奔着以太阳能为主的2型文明获取恒星能量而去。他甚至设想发射上百万颗的太阳能卫星。你看，在这套世界观里，能量自然被抬到了文明和价值的最中心。这也是他后面那句“能量即货币”的思想土壤。时间回到2025年11月底，马斯克在播客里正式抛出了那句震惊金融界的名言：“能量才是真正的货币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比特币是基于能量的。政府可以一纸法案印钞改利率，却没法用法案凭空造出能量。它的逻辑可以硬核拆成3层。第一，经济的基础，现代经济的一切，制造、运输、计算、AI， 归根结底都由能量驱动。第二，物理的铁律，你没法靠立法凭空变出能量，能量代表了一个谁都操纵不了的物理上限。第三，货币的本质，货币不过是用来分配劳动的信息系统。如果你一个人被困在荒岛上，手里握着1万亿，那也毫无用处，因为那儿没有劳动可供你调配。他甚至大胆预言，未来20年，随着 AI 和机器人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，传统货币这个概念本身可能会慢慢的消失，能源才是终极的货币。马斯克抓住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：现代经济的一切归根结底都由能量来驱动，把能量视为不可被立法操纵的硬约束，对理解长期价值与货币可信度很有启发，也呼应了硬通货的逻辑。咱们今天呀，就来抬个杠哈。马斯克的话听着优雅，但主流经济学并不买账。价值是主观的、边际的。阳光那么充沛，几乎不要钱啊，可一幅特定的艺术画却能拍出上亿。能量是生产的深层投入和约束，但它并不直接等于价格。那货币的本质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。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，我把当下流行的3种货币本质视角做成了表格。能量论认为，货币是存储的能量，或者说劳动。硬通货应锚定能量，主张代表也就是马斯克、Michael Saylor 和能量价值模型。主流经济学认为呢，货币是社会信用与共识，是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。信息论则认为，货币是协调分工与交换的信息系统和记账系统。那从货币演化与能量货币设想来看，货币从早期的有用之物，比如贝壳、谷物，到金属货币，稀缺之物，像是黄金，再到信用之约，比如各国的法币、纸钞，再到物理之锚，能量货币的演进。一个更完整的判断是，货币的本质，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用于协调、交换、存储对未来劳动与资源之索取权的社会信息技术。能量是支撑货币硬度、可信度的深层锚之一，这也是黄金、比特币之所以硬的原因。它们的开采、铸造都要消耗真实能量与劳动，但货币之所以能流通，最终靠的是共识和信任。所以，能量是地基，共识是楼，信息系统是图纸，3者缺一不可。好，
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——比特币。它恰好坐在物理和金融的交汇点上，一半是物理和数学，一半是金融和共识。先说物理那一半，比特币的挖矿用的是工作量证明 PO， 矿机消耗真实的电力，反复计算，谁先算出答案，谁就拿到记账权和新币。这等于把能量消耗变成了一道不可伪造的成本。你想篡改账本儿，就得重新付出等量甚至更多的能量。这正好暗合了热力学第一定律：能量不能凭空制造，新币也不能凭空产生，背后必须有真实能量的沉淀。这就是马斯克说比特币基于能量的由来。比特币把电力变成了防伪标签。MicroStrategy 的创始人 Michael Saylor 把这个想法推到了极致。他说，比特币是数字能量，是一块充满了货币能量且几乎没有功率损耗的电池。比特币不漏电，而法币呢是漏电的电池，每年以10%到50%的速度流失购买力。想深入了解比特币的朋友，可以回看这2期比特币的白皮书，它是比特币的圣经宝典。再说金融那一半，光是能量并不能让比特币值钱，它的金融属性同样关键。总量恒定2100万枚的硬稀缺，数字黄金的价值叙事，由全球用户和机构共同织起来的网络效应。一句话，物理学决定了它怎么被生产，可不可信；金融和共识决定了它到底值多少钱。这里要画绝对的重点了。有个关键的质疑，曾经有个能量价值模型想用挖矿的电费算出比特币的公允价，大约是4.7万美元。可2024年的一项格兰杰因果测验给了个完全相反的残酷结论，是比特币的价格在驱动电力消耗，而不是反过来的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因为币价涨了，更多人才来买矿机挖矿，电费才被炒上去了，而不是因为你烧了多少电，这个币才值多少钱。最好的反例是，市面上有3000多种山寨币，同样也耗着电，市值呢却惨不忍睹。可见，耗能并不自动等于有价值，能量是地基，共识才是把楼盖起来的力量。因此，最准确的描述是，比特币是物理学理论与金融世界的一次真实结合。它把热力学与密码学的应嫁接到货币的稀缺与共识上，创造出一种物理锚定的数字货币。但它存储的是生产成本与社会共识，而非字面意义上可再利用的能源。马斯克和 Michael Saylor 的能量货币叙事是理解比特币的有力隐喻，却不应被当作物理或经济学的精确定律。绕了一大圈，用第一性原理做个总结。第一，关于物理，万物皆能量，在宏观和微观物理上都成立，但它是严谨的物理量，别和玄学、心灵鸡汤混为一谈啊。第二，关于货币，能量是货币硬度的深层锚，但货币的本质是协调交换的社会信息技术。能量、共识、信息三位一体，缺一不可。第三，关于比特币，它是物理学与金融的一次真实结合，是一种物理锚定的数字货币。但是，能量等于价值，这是个浪漫的误读。它存的是生产成本和社会共识，而不是字面意义上还能放出来的电。它不是瓶装的能量，而是一份物理锚定的共识。截止2026年6月中旬，比特币呢在66000美元上下波动，现货 ETF 还是在流出的，短期情绪一片混乱。但这些短期波动和它是不是能量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短期的价格归供需和情绪来管，长期的可信度才归那层物理硬度管。分清隐喻和定律，看透物理与金融。能量决定了世界能不能运转，而共识决定了它值多少钱。从星辰到货币，
能量确实是贯穿宇宙和经济的一条深刻主线，而比特币真正迷人的地方，是它第一次把物理世界的硬约束写进了金融世界的软共识。看懂这一点，你既能欣赏万物皆能量的宏大，也能清醒地避开能量神秘主义的坑。这个或许才是第一性原理思考真正的价值所在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能量、货币和比特币有了一点新的理解，别忘了点个赞、订个阅。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：你觉得能量到底算不算真正的货币？比特币是数字黄金，还是一场精致的叙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下期见。订阅我，下次更精彩哟！